请帮我订一张去西安的机票。好的，谢谢，拜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We Discovery。本期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兵马俑之谜。公元1974年，中国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几个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了一个貌似泥瓦做的人头。他们也不了解这是什么，就把它运到了当地的博物馆暂存。但是他们没有向上级汇报。后来有个新闻工作者发现了这件事，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国家文物局注意这一情况。至此，这件事才得到了国家的重视。随后由陕西省组织考古挖掘队开赴现场，经过几年的开拓，石破天惊，原来几个农民的锄头挖出了震惊全世界的世界第8大奇迹。2000多年前的中国秦代兵马俑被发现了，从此揭开了世界考古史上新的一页。今天，当你步入长度近500米、横跨74米的巨大兵马俑厅的时候，映入你眼帘的是一幅威武雄壮的古代兵阵。数千名雄赳赳的武士排满着俑坑，战马兵车五花八门的青铜兵器似乎正在恭候检阅，眼前的一切震撼着你的心魂。秦俑有着显著的写实艺术风格，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陶俑、陶马排列有序，整整齐齐的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阵，气势恢宏，令人震撼。从局部来看，每一件陶俑都是经过精心的雕琢，力求模于真实。比如说，秦俑的铠甲、服饰和真的一样，尤其是铠甲，铠片的大小、叠加的方向和真的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区别。从技巧上来看，秦俑的千军万马突破了千人一面的模式化，每个兵马俑的容貌都不一样。从脸型上来看，芸芸众生相汇集到了一起，甚至于现在10多亿中国人的脸型在兵俑中基本上全都能找到。中华民族的形象性在他们的身上尽显无疑，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考古方面，兵马俑坑里发现了兵器达10万多件，兵器的种类很多，戈、矛、剑等等很多，这些基本上都是青铜兵器，做工非常精良，体现了中国2000多年前先民的制作工艺水平。比如那些30形的箭头，30箭头的3边等长，最大的误差为0.55毫米，最小的误差0.02毫米，这样精细的程度令人惊叹。还有陶俑坑中的青铜剑埋在地下2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拿起来还闪闪发光？专家也做了各种的测试，到现在也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在今天，围绕秦兵马俑的谜团非常之多，但是下面我们讨论的关于兵马俑的话题，一定会让大家感到十分的震惊，那就是兵马俑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相信有的朋友会说，这还需要争论吗？这是一个几乎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考古常识啊！在今天中国，无论是官方资料或者是教科书中，兵马俑的主人是谁，几乎已成为定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嬴政。兵马俑全都是他皇陵的陪葬品。可是兵马俑并不在秦始皇的陵墓中啊，而且秦始皇陵从来没有被开启和挖掘呀。为什么说他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主要的原因是古书上有记载说，秦始皇曾下令将自己的陵墓向外扩展300丈，而兵马俑坑在他的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近些年来，一个叫做陈景元的学者，他通过细致的分析研究，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并不一定是秦始皇嬴政。首先，他认为秦朝的1尺等于现在的23厘米，300丈折合现在的尺度仅为690米左右，而秦始皇兵马俑却距他的陵墓达1.5公里。直到今天，兵马俑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的怀疑。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也是不符合常规的。令陈景元他疑心重重的还有其他令他质疑的观点，比如按照官方认可的说法，兵马俑坑是建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10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就立法必须车同轨，意思是马车的车轮的大小必须遵照统一的规格，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的通行。众所周知，秦国后来统一中国之后，车同轨的法律又在全国推行，所以秦始皇自己又怎么会允许自己的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之后，就改正朔，易服色，严格规定军队的衣服、旌旗、节旗皆上黑的制度。但是几乎所有出土的兵马俑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上黑的法令又是大相径庭。还有就是秦始皇的军队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没有关于秦军使用战车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另外的一点就是，从俑坑中出土的剑都是青铜铸造，问题就在这里。史书记载，在秦始皇的时代，制铁技术已经大为改进了，比铜更加坚硬的轻便的铁制兵器已经开始大量的被军队开始使用了。所以如此骁勇善战的秦始皇的军队为什么会使用过时的兵器呢？但是大多数学者坚决反对陈景元的看法，他们坚信秦始皇才是兵马俑当仁不二的主人。比如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土的文物中，
有23件带有秦始皇纪年铭文的铜兵器，分别从秦始皇3年到19年，其中6件刻有吕不韦歌的青铜兵器。吕不韦是和秦始皇同一时代的历史名人，这些兵器的纪年有秦始皇3年、4年、5年、7年。如一件秦始皇3年的吕不韦歌，是多数学者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所有的直接证据。吕不韦歌上有3年相邦吕不韦造，4公成义公铭文。3年指的是秦始皇3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4公是秦始皇时期中央主造兵器和车马兵器的主属机构，因此可以证明兵马俑坑就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但是陈景元又提出，在考古学中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之分，秦俑坑出土的兵马俑歌属于可移动文物之列。陈景元的观点是，歌是一种可移动文物。吕不韦歌在全国很多地方一直都有发现，它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穴中，也可以进入遭到后人破坏的前人的陵墓中。兵马俑坑在秦朝灭亡时遭到过焚毁和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并劫走大量的兵器。俑坑内留下外来人的东西是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单凭几件刻有铭文的兵器就判定兵马俑属于秦始皇嬴政是非常牵强的结论。但是时至今日，官方的结论仍然是兵马俑属于秦始皇嬴政。其他的支撑论证，如兵马俑坑建筑所用的砖与秦始皇陵建筑遗址发现的砖在大小、颜色、纹饰、火候、质地、重量上完全相同，甚至连砖上陶文的内容、文字的风格、撰写的方法也没有丝毫的差异。铁建筑构件的形制与灵溪遗址发现的铁钩也一模一样，由此说明俑坑建筑材料与灵溪遗址所用的建筑材料是同时制作的。只要灵溪遗址属于秦始皇时期的论证不错，秦俑坑也只能是秦始皇时期的。兵马俑坑内的陶俑以秦始皇陵其他的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造型风格和制作工艺也完全相同，如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内外城之间曲形马厩出土的陶俑，其大小、服饰、发型和制作方法和1、2、3号俑坑出土的一些陶俑又是完全相同。兵马俑主人究竟是不是秦始皇嬴政呢？虽然多数的人们持肯定态度，但是诸如像陈景元先生的质疑始终是存在的。谜底也许真的要等待我们真正打开秦始皇陵的那一天吧。感谢收看本期 We Discovery， 我们下期再会。